你还记得几年前江湖经常会传下一代 iPhone 会是第一台没有接口、没有物理按钮的未来手机吗 ？OK， 一眨眼到了2024年，我们见到苹果果断为 iPhone 16加上了2个按钮，16 Pro 加上了1个，因为上一个去年他们已经加了。这个新的相机控制按钮，你怎么评价？苹果对它的定义就是拍照，所以它不能够自定义，第三方软件也只能围绕摄影来开发它。那我们软件团队快速设计了几个概念，你可以看一下，比如切换胶片，这样过片，或者是分屏拍摄一个双风格的照片，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意思？反正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和你一起讨论这个按钮。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讲讲充电，这是 iPhone 最大的痛点。江湖早就传言 iPhone 16的充电变快了，可是苹果官方一直都没有给数据。在样机拿到实测之后，我们的结论出来了，这16系列有点复杂 ，Plus 和 Pro Max 的峰值充电速度确实提升，我们观测到了最高持续2秒钟的38瓦的充电功率，15 Pro Max 只有27瓦，所以现在如果你晚上忘记充电，早上起床的20分钟之内，你能够从15充到52%，听着还不错。但是，一对比你会发现，这和15 Pro Max 的速度基本上没有区别。这16的40瓦的功率，它只能维持超级小一会儿，然后就会掉回到以前的20多瓦。这我是真的绷不住了。你都有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就不能稍微加这么一点速？就是讲真的，其实单论这个速度，27瓦我觉得也能用。真正现在有个蛋疼，你一定也遇到过，就是 C 口的 iPhone 目前和国内的公共场所还有网约车的线，它是不兼容的。有的时候你急得要死上车，一插上线充不上电，你只能看着手机黑掉，这是一个非常爆炸的体验。那这个问题再过1-2年，等到接口和协议适配，应该能解决。但是当前，这是我充电方面最难受的一点。所以今年的 iPhone 你觉得算是大年还是小年？那论体积必须是大年，拿来和 iPhone 5S 一比，这16 Pro Max 的大小就离谱。那论功能呢？尤其对于没有苹果 AI 的国区，我觉得算是个小年，对吧？但是对影视飓风来说，这又算是个大年，不只是因为 iPhone 16的影像提升很多，更是因为今年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来为你做这期内容。我们希望这台手机无论是夸还是骂，你都能看得开心。一起听听好听的音乐，来看看影视飓风的 iPhone 16 Pro 评测。我们直接先从这个全新的相机控制按钮开始。这个按钮被放在了电源键下方，苹果对它的定义就是不管是竖屏还是横屏，你都可以用它来快速拍照。但实际用下来，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横屏用它，或者是双手。尤其是这个 Pro Max， 因为重心太靠上，一旦你需要单手用它来进行复杂的控制，你有很大的概率会直接脱手，给库克老师再送上一笔维修费。那这个按钮讲真做的是挺精巧的，又有物理结构，又有震动反馈，还有蓝宝石玻璃盖着，能实现触摸控制。但是我觉得它好丑，对吧？就是这和整个钛合金的材质，我觉得显得格格不入。再加上这个电源键大小和它也不一样，我真的有点难评。而且最蛋疼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是这个按钮它没法用常规的手机壳覆盖，因为要做触摸，所以你只能挖孔，要么就像苹果官方那样花很高的成本买这个触摸传导模块。所以在初期，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你所见到的所有第三方手机壳应该都是挖孔的，能够触摸的少之又少。那误触也一定是你担心的问题，会不会视频看一半我突然切到相机这个界面？我们测下来这一点倒是确实概率很低，因为有个物理结构没有这么灵敏。但是反正它的操作逻辑和别的按钮都不一样，有一个很长的学习曲线。我对它的态度吧也一直在变，从最开始的多余到慢慢习惯，再到最后录稿子之前，我发现它现在确实变成了我第一激活相机的方式，尤其是拍视频而不是拍照片。你可以完全盲操，快速按一下再长按，它就直接进入了视频录制。在记录身边的趣事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就是差这么1-2秒钟，而且你一松手它就会停录，不会多录很多多余的内容，就很像过去那种扳机式的胶片机的感觉，这我特别喜欢。再加上因为 iOS 18现在允许你改动锁屏界面的图标了，我在熟悉了这个按钮之后，就果断把原来这个相机按钮换成了麦当劳，快速点个麦辣鸡翅什么的，好得很哦。然后还有一个官方讲到的怪用法，你是用它来实现后置的超广角自拍，比前置摄像头的画质会好很多。我用了一下，还是不错的，非常顺手。但是缺点就是街上所有走过的人都可以透过屏幕看到你在镜头里面的样子。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还挺好用的。因为这个按钮里做了压力传感器，所以它支持不同力度的复杂控制。你只要轻轻双击激活这个菜单，左右拖动就可以切换对应的参数。我个人对这个设计是持一定的负面态度的。
因为它的输入是不自信的，就我不确定到底按2下会不会跳出一个菜单，我按一下时候滑动到底调整了多少参数。那比如变焦，确实它是丝滑的，但是当我需要它精准调到5.3倍的时候，好了，这就变得非常困难了。所以当前我会优先选择这个镜头预设，而不是变焦预设，这样只会改变物理的镜头，而不是数字层面再来裁切你的画面，变得不那么精准。所以相机控制这个设计，你仔细想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影响会非常的深远。这意味着苹果将来几代产品理论上都会带着它。那为啥呢？我觉得苹果底层期望的真的不是帮你拍照，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视觉 AI 的入口，快速调用摄像头来帮你做事，这是一个潜力非常大的点，但是也是一个大饼。至少目前我们看到的演示，我觉得有点过于幽默了。比如苹果在发布会展示了用这个按钮拍别人的狗，然后让苹果 AI 告诉你这是什么狗。苹果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地球人，我们其实有别的方法来知道它是什么狗？哎，哥们儿，你这啥狗啊？萨摩啊。哎，真可爱。那这个呢？他呀，玩 AI 玩的。是吧？是啊。Apple Intelligence。难评，真的。自从选用了钛合金之后，苹果在配色上的发挥空间就小了不少。毕竟染色工艺更困难。今年推出的这个沙漠色，我个人没有买，我选了白色。主要我觉得它看着不像金色，会有点粉粉的，没有 iPhone XS 这么好看。那当然这是一个主观评价，完全看你个人的审美。但是体积和重量是可观的，16 Pro 和 Pro Max 达到了历史最大，比15 Pro 和 Max 都要高和宽一点点。配上这个收窄的边框，屏幕整体大了 0.2 英寸，变成了 6.3 和 6.9。但和前几代放在一起比一下，你确实会看到苹果一直在优化这一点，但是实际使用吧，体验上感知应该不会很大。屏幕的玻璃这次也改进了，官方说硬度提升了 50%， 我没办法验证，只能替你做了一次不科学的跌落测试。确实没碎，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因为屏幕变大导致变得更加易碎。那重量是我得着重强调一下的地方。如果上个秤，你会发现今年的16 Pro 比15 Pro 又重了10几克，去年好不容易用钛合金减下来的重量又被苹果给加回去了，真的难蹦。我已经可以总结经验了。库克第1年上台说我们把手机续航做长了，是个创新，耶。然后第2年说我们把手机做轻了，但是续航还是一致，耶。第3年说我们今年又创新了，把手机续航做长了，但是稍微重了一点，耶。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16就在这第3年的状态。虽然变重了一点，但是苹果确实依靠左脚踩右脚，把16 Pro 的续航给进一步拉升了。我们和15 Pro 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播放2个小时的视频，两者的电量就会相差 5% 左右。那基本上和官方说的一致，16 Pro 和 Pro Max 都能比15 Pro 系列多4个小时左右的视频播放时长。那目前这个电量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够用，除了充电速度还有点难蹦，但整体来说 iPhone 12时代我的电量焦虑现在的确被苹果给解决了。那我觉得这2年苹果的变化仔细看一下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从追求极致的美感变成了追求功能性。这有好有坏，优点就是很多痛点都在被解决，但是缺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不是苹果。比如现在这个 iOS 18允许用户自定义深色图标的偏色，还有位置，还有大小，这听着非常的好，但是这个 UI 我很难评价，怎么形容？就是你很难调出一个好看的配置，却能够很容易整出一个恐怖的界面。应该这么定义。我们的设计师努力了一下，做了几个壁纸还有放置的方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自行取用。那讲完了这些外观设计还有续航，我们现在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我们的老本行，摄影、视频还有声音。今年的 iPhone 16 Pro 系列在硬件上的主要更新无非就是4个 Pro 从3倍镜头变成了5倍长焦，超广角 Pro 和 Pro Max 都变成了4800万像素，主摄像头现在换上了一块更高速的传感器，还有所有的镜头现在都加上了一个抗反射的镀膜。那么一个个来，首先我认为 Pro 从3倍换成5倍长焦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这本来是一个区分 Pro 和 Pro Max 特别好的方式。3倍长焦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很有用，对吧？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尤其是拍摄一些美食或者人像，对焦距离也会比5倍长焦来得更近一些，画质也会更好。但是也许是库克老师的供应链大法发了威，现在 Pro 和 Pro Max 的影像没有任何区别了，它确实能看得更远，这5倍焦段之下能拍出不少好看的照片，像这个，这都行。
但是当你现在再切到3倍长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是一个从1倍主摄像头裁切过去的画面，而不像以前是一个光学的镜头。所以单论3到4.9倍这个焦段，16 Pro 相比15是开倒车的。那可能拍演唱会是当前16 Pro 相比15 Pro 更会有优势一点的应用场景。那这个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用下来，我倒是会给比较高的一个评价，就明显比过去要清晰很多，而且因为可以拍微距，所以在这种场合之下，你能够很直观感受到分辨率带来的优势，可以放大的倍率会比过去高很多很多，画面整体也会更加干净一点。那主摄像头虽然传感器确实换成更新的了，但是照片拍下来我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我们技术团队进行了标板测试，基本和15 Pro Max 的锐度还有动态范围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说它差，16 Pro 的画面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尤其是锐化、HDR 还有夜景，经过这几代的调教，已经没有那种过度锐化不自然的感觉了，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就是没有什么显著的提升的感觉。那唯一感知明显的就是因为现在处理器和传感器都变快了，所以你在拍摄 RAW 照片的时候，以前会有一段较长的等待时间，现在只是这样咔嗒咔一下下，你就可以直接再拍下一张。那同时因为快门整体的延迟降低了，在拍摄人物这样跳来跳去的画面的时候，你能够看得出这16明显比15的响应要快不少。炫光和鬼影一直以来都是苹果影像系统的通病，这次我们也在很多场景都测试了它的新的镀膜，得出的结论就是炫光它确实改善了非常之多。以前很容易一个强光过来 iPhone 整个画面发白，但是现在基本不会遇到。但是鬼影吧，它该有的还是有，我觉得苹果应该是拿它没办法了，除非彻底改掉镜头的光学镜组。就讲真，我觉得这是最幽默的一点，是工程师拼死拼活这么多年优化，最终还是可以被你一个指纹直接送回到 iPhone 4这个时代。所以不管怎么迭代，就是一定记得擦干净的镜头，画质提升是最大的。今年在影像的软件方面，苹果增加了这么一个摄影风格模式。那其实这玩意很早就有，但是一直被第三方软件按在地上摩擦。苹果这次看起来是真的认真了，不仅能直接和相机控制按钮来联动，帮你快速切换风格，而且它也不像是一个正常的软件套一个固定的滤镜。16 Pro 在拍摄的时候，你用特殊相机其实可以看到激光雷达一直在工作，在分离人物还有后景，这样它的 AI 算法可以结合图像来动态针对人物、背景还有特殊物体进行对应风格化的调色。有一点像是影视行业那种2级调色的感觉，会比较精细，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苹果之前被反复诟病的直出丑的问题。你觉得这些画面怎么样？有没有稍微好看一点？那而且在有了预设的前提之下，现在你还可以利用这么一个小球在方块里面拉动或者移动滑槽，来进一步接近你想要的质感。那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后期去改这个风格，它没有被烧在你的照片里面，所以是可以回溯回到原来的样子。我现在特别喜欢拍摄这个 HEIF Max 4800万像素的照片，文件不大，分辨率高，而且能够用到这个风格模式。你要知道 RAW Max 是不能开这个功能的，反正我会给这个风格系统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易用，就是没有专业软件自定义空间这么大，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特别出效果，尤其是人物的肤色，几乎每一次都能精准的分离，不被整体的色彩倾向过多的带偏。我们团队目前测试了几个自己的配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按照这个参数直接拿走。那除了这些常规的照片，苹果现在也借助超广角更高的像素量，做到了一个高分辨率空间照片的拍摄。这个画面在 Vision Pro 里边看，那确实很厉害，比 AI 算出来的空间照片要显得真实不少。但是 Vision Pro 目前的前途吧，这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暂且先不多讲它。那本质上，哪怕有了这些创新，照片方面，我觉得苹果真的在被各家厂商疯狂的赶超。而视频方面几乎是他们最后的护城河，目前还是佼佼者。那苹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一次换传感器加新的影像系统，就是为了进一步拉高壁垒。他们想要做好很多厂家已经有，但是都没有做好的一个规格：4K 120帧，高分辨率，慢动作视频。刚才这些 4K 120帧的画面都是我们 iPhone 16 Pro 系列拍摄的，不知道你觉得画质怎么样？那我知道肯定有朋友会说是调过色的，对吧？那确实调了，因为原生的苹果 Log 画面就是这样灰色的，和专业相机一样，你必须要调了才能用它。
我们只是想更多的给你展示一下，在不加外置镜头作弊的情况之下，这台手机的画质上限到底在哪里。那这个 4K 120帧，你问我好吗？那确实很好，但是拿到手之后，我们才发现 iPhone 16 Pro 只有主摄像头可以拍摄 4K 120，别的摄像头都是60帧。那当然，你可以通过裁切主摄像头来实现2到3倍变焦的 4K 120，但是画质是会有下降的，这个特别遗憾。如果3个摄像头都能有120帧，那就是绝杀，但是没有。不过即便如此，在视频方面 ，iPhone 16 Pro 我们测下来还是一骑绝尘，真的没有什么对手的。尤其是 4K 120帧，我们对比下来，发现和 4K 60帧没有什么视觉上可见的明显的差异，这非常难得。我们把它和旗舰运动相机的画质也比了一下，我真的觉得它比这些运动相机的画质还要好，特别是暗一点的环境，你会发现调色空间更大，噪点也更少，超级夸张。那以前说什么 iPhone 拍短片、拍专业视频，我都觉得过度宣传。但是自从 iPhone 有了 C 口、有了 Log、有了 BMD Camera、ProTake、Final Cut Camera 这样的软件打通视频流程之后，我真的觉得拍一点专业的东西没啥问题。你很难分辨出来什么是手机拍的，尤其是这一次我们进行了测试以后，发现16 Pro 的动态范围有效的就有12档，相比以前的一些微单都要更高了一些，所以这差距被拉得更小了。以前行业设备画质是 iPhone 小于运动相机，小于微单，小于电影机，但到了今天基本上就是 iPhone 略大于运动相机，小于微单，而微单略小于电影机，真就是这样，行业变得太快了。我个人觉得现在最限制 iPhone 发挥的已经不是画质了，而是它的原生相机 App， 这个非常离谱。比如 4K 120帧原生相机，你可以用手机内录高压缩的杜比世界规格，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想要最好的 Log 视频的话，原生相机目前只允许你外接硬盘来录苹果的 ProRes HQ 规格，这个规格太逆天了。拍 4K 120，它1分钟会产生28GB 的数据，超级恐怖。1TB 的硬盘30多分钟给你装满，这是纯给用户整活。你要是用这个模式来拍视频，再用 Mac 来剪视频，苹果牙都笑掉了。每30分钟多1TB，Mac 加1TB 容量要加3000块钱，这直接闭环了。所以当前如果你想要完全释放 iPhone 16 Pro 的视频性能，我非常不推荐你使用原生相机 App， 它针对 Log 画面没有任何优化。我推荐你用免费的这个 BMD Camera。用它，你可以实现一个高压缩率的 Log 的 4K 120帧的视频，会好用很多很多。尤其是当你搭配上，你有没有发现这视频里用的这个硬盘是我们和 Chip Francer 一起做的一个特殊解决方案？它又能够直插，也能够变成一个专业模式，装到我们这个 Snap Pro 系统上面，能够外录素材，能够换滤镜，能够监看，还能插麦克风，还能进行供电。那它比不了微单，但是确实能干一点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配上 iPhone 16 Pro 的性能，你可以用它抓到一些非常美丽的瞬间。总的来说 4K 120这个规格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又可以慢放实现很丝滑的运镜，又能够让你看到更多的细节，还可以变成高帧率视频，给你一个顺滑的体验，同时还很清晰。那苹果很清楚这一点，专门为这个功能在全新的相册里面做了一个变速系统，哇，这真的是太棒了，用下来体感就是一个字，烂。我不开玩笑，你试了以后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我完全不理解这么好的视频功能怎么能够在回放阶段被搞砸，但苹果做到了。为什么变个速度要把画面变得这么小，还要搞个莫名其妙的模糊？就真的求你快点修复这个相册 App 吧，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重新设计这个 App， 就为了苹果这个 AI 嘛，就很难受。同样难受的还有这个空间视频和电影模式，那明明超高角像素量也变多了，处理器也变快了，但是苹果当前就是不给你 4K 的空间视频或者 4K 60帧的电影模式，也许得等到 iPhone 17我们才能够见到这2个功能了，这很遗憾。那好，这骂完这些，我又得夸 iPhone 162句，这算什么？就是打一棍子给颗糖吃。这次确实16 Pro 有2个点对我来说还挺惊叹的，一个是它拍视频时候的空间音频，还有一个是它的视频的散热。
那首先这个空间音频我觉得很震撼，苹果给16 Pro 设计了4个全新的麦克风系统，收出来的声音如果你戴 AirPods 听会特别有临场感。然后他们又加上了3个这个智能混音的模式，能够通过 AI 根据画面内容来进行智能调节。你可以听一下，我觉得这个差异特别大，哪怕是嘈杂的环境它也能处理得特别好，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功能。我没有高刷，我没有彩色，我没有钛金属，我没有 HPA。先生，这是你点的韭菜月饼。我没有长焦，我没有相机控制按钮，我还没有 log， 我没有更好的续航。然后是散热方面，我们拍了很多场景，发现这16 Pro 确实有着显著的提升。正常室温拍摄哪怕 4K 60帧，现在它非常难过热，所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太阳暴晒的场景来测，得到了这些数据。你可以看出提升还是非常巨大的，基本上可以比15 Pro 多支撑1倍以上的时间。那看来苹果这个全新的散热架构也不是噱头，是实打实在起效果。我们通过温枪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这对于很多需要长时间记录会议或者演出的人来说，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福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 iPhone 16 Pro 的散热会被我评为它今年最优秀的改进。那当然，这也不仅仅是机身结构的贡献，还有它里面这颗芯片在不停的发挥作用。A18 Pro。AI 和这个 A18 Pro 芯片注定是没法分开讲。自从苹果在6月份发布了苹果 AI 之后，这股价就一直上涨。因为借助3纳米芯片的优势，苹果能够做到很多别家手机做不到的端内的 AI 运算，这样用户的数据可以不用上云，隐私程度会高不少。那这 A18 Pro 乍一看在 CPU 和 GPU 方面，相比 A17 Pro 都是10%几的变化，听着好像不是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把重心提升放在了 NPU 还有影像编解码引擎之上，在为 AI 猛猛的铺路。但是尴尬的事情，我想你也知道了，就是国行版目前是没有苹果 AI 的，就是完全没有。你想要测试，你都测不到这个苹果 AI。那苹果发布会上说了，明年会有中文的支持，但是那只是说中文语言，而不是国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微妙。假如只是常规的性能升级，普通用户，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动力换机。日常 app 什么手机都能跑，我为什么要花7999元买你只有128GB 的 iPhone 16 Pro？对吧？我宁可不要 AI， 你给我加到256G 也行，但是没有加。目前16 Pro 给我最明显的体验上的变化就是配上 A18 Pro 芯片，你玩王者荣耀确实可以开120帧，不用装散热器了。别的我真的感觉不到什么区别。那虽说苹果 AI 用不到很烦，我也不想讲那种大的东西，但是我想和你在视频的结尾讨论一个很小的 AI 功能点：人物和物体的 AI 擦除。这各家都在做，苹果 AI 现在也有了这个功能，你怎么看待这一点？以前当然也有 PS， 但是因为需要人来操作，你要花大量的时间还有技术来擦除一张照片，所以一个人不大可能抹掉另一个人存在的所有的证据。但是 AI 它是没有感情的，它不会疲倦。现在当然需要你手画一圈才能把这个人消掉，有时候消除还有点问题。但是未来呢？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就在某个人的相册里面，他说一句话，你就完全消失了，你没有存在过，哪怕你真的和他相遇，有过快乐的时光。这你怎么看，对吧？如果照片可以这么操作，那视频也并非不可能。这两个媒介在以前和现在都是能作为有效的法律证据的。可是未来呢？你觉得会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各位，会有点深。所以到头来，国行的 iPhone 16 Pro 这 AI 是肯定没有的。如果你买它，你本质上获得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更大的屏幕、更便捷的相机控制、几乎没有对手的视频功能、更棒的超广角，以及更好的续航，还有散热，就这些。那对于一家体量如此巨大的公司，这些更新虽然还不错，但是难免也会让你想问一句，还有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iPhone 16 Pro 的评测，你会想买吗？欢迎告诉我们，也欢迎把这个视频发给你别的喜爱数码的朋友们看看。我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就是想用有趣的画面带你一起来看看最真实的使用反馈。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哦对，最后我们还有个小彩蛋，在我们的片尾，因为开头我们的镜头讲的是巨人族用手机，结尾我们的画师画了一些小人国用巨人国手机的插画，也许你会觉得有点意思。那么我们下次见。We've been together since we met, soul to souls to get. Well, day by day our hearts entwine till I can't tell yours from mine. If you should ever want to go